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我是 Ace。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周六。本期的美股复盘加推演节目，我将告诉大家，昨天刚刚上市的 SpaceX，我具体的操作是什么，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以及整个太空板块刚刚要从低谷里反弹一点起来，结果昨天 SpaceX 上市又暴跌，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去计划？还有就是本周我通过卖出看跌期权新建仓了2只股票，分别是太空板块以及光通讯板块，我比较看好的公司，和大家具体再来分享。屏幕前的某些朋友们，如果没有在昨天购买 SpaceX 的股票，那么请注意，大家可以通过富途 Momo 趁着 SpaceX 上市，特意做的一个限时加码活动，免费领取 SpaceX 的股票。具体来说，美国的朋友用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开户，入金5000能够拿到100刀的英伟达股票和30刀的 SpaceX 股票，而且入金越多奖励越高，最高能够拿到1000刀的英伟达股票。同时呢，闲置资金还能享受8.1%的年化。活动到6月30号截止，赶快行动！目前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地区的朋友都可以用我的链接开户，也有不同的专属奖励。链接在视频下方，点击把羊毛薅了。视频开始，先来看一下 ACE 的最新持仓情况。右边目前我的现金只有3%了，不仅是因为昨天我按照计划买入了 SpaceX 的股份，约占20%的仓位，也是因为昨天 RKLB 大跌，我进行了小小的正股加仓。所以目前 RKLB 加上 SPCX 两家公司占到了45%的仓位，而英伟达最近非常不争气，一直在下跌，那么我就继续下跌，继续加仓，目前已经来到了17%的仓位。除此之外呢，最高仓位的是 LITE 9.2%。关于 LITE， 我是准备低买高卖，如果有再上1000的机会，可能会减一些仓位。而本周呢 ，ASML 持续的新高，我把父母账户的小部分仓位止盈了，但是自己的仓位会准备长期的持有。以上的持仓百分比都是公开的，但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比如说股数的变化以及我的实时交易更新，欢迎大家通过视频下方的 ACE 的个人导航主页，通过加入 Patreon 成为会员，或者是通过哔哩哔哩充电加入我的微信群，可以获得更多的细节，包括我个人的咨询渠道。接下来看个股。那么昨天万众期待的 SpaceX 终于上市了，大概是在接近12点正式开盘交易。我自己挂的单子是200的限价单，挂得非常高。根据上市前我得到的信息，非常确认，基本上200能够买到。那么开盘呢，这个价格才150，我一看，哎，我150就买到了，我原本以为要200左右买到的 SpaceX 股票，非常的开心。于是呢，我很快又在160的附近进行了小幅度的加仓。整个加仓下来，目前 SpaceX 占我20%左右的仓位，这完全是属于我的计划内。我和大家早前分享的情境 A 低估值，就是打算买入20%的仓位，而其实呢，现在 SpaceX 收盘的价格也只是2到2.5万亿，我认为低估值的下限。当然，对于 SpaceX 未来的估值、未来的投资价值是非常有争议的。你们的观点可能和我的观点不一样，我只是告诉你我的观点是什么，我的操作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第二步，如果在未来的几周内有做波段的机会，我会将20%的仓位卖出一部分。什么情况下会去做波段呢？肯定不是现在只有10%左右收益的情况下就去卖出。我的期望收益大概至少要30%、40%以上。那么最好是 SpaceX 去到2.5万亿以上市值，才考虑卖出部分的股份做波段。当然，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它不涨反跌破发。我想这是很多 Twitter 上反对伊隆或者不喜欢伊隆的人喜欢看到的情景。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情景，出现了破发，我就直接在低点加仓。当然，因为在第一步已经买入了20%的仓位，后面加仓的幅度会比较小了，没有办法做到等比例，甚至是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加仓了。
如果你要问我对于 SpaceX 上市第一天的走势满不满意，我的观点是我没有任何意见，我没有办法掌控这只股票如何去走，我只是去执行我的计划。对于能够在开盘150的价格买到 SpaceX，我是非常满意的。而衡量 SpaceX 这家公司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未来 AI 太空数据中心是否能够落地。刚好就在4天以前，SpaceX 上市的前几天，马斯克他发布了半个小时的采访，来谈他对于 SpaceX 新发布的 AI-1算力卫星的诠释。我在第一时间就将文字解读发布在了我的 Patreon 会员社群，其实这个内容也是公开给大家的。接下来呢，我也打算制作一期专门的视频，向大家讲解在我心中对于 AI-1太空算力卫星对它数据的解读以及未来的期待。然后我也要恭喜屏幕前和我一样在第一天就成为 SpaceX 股东的朋友。Money Life 美股频道会帮助大家密切的追踪 SpaceX 这家新上市公司的所有动态，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全的公司基本面解读。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感谢你们。昨天 SpaceX 的上市让我激动，但是昨天除了 SpaceX 以外的其他太空板块股票狂跌，让我也有一些失望。但是这并非完全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就是因为前一天周四，其实大盘给了我们一点点暗示或者叫警示。可以看到周五一根大阴线放量下跌，RKLB 跌到了接近100的位置，盘中一度跌破100。而周四呢，它有一个大涨，大涨了接近10%左右。那么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在上市前一天突然暴涨呢？有一点毫无理由的感觉。难道这是在诱多吗？周四暴涨之后，其实 Ace 写了非常多的文字去更新我的想法，其中就包括屏幕前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我是想告诉我的会员朋友们，要警示风险。我告诉大家 ，SpaceX 上市之前，整个太空板块的表现一直是大家争议的焦点，而且在2周以前，我也告诉大家，有可能太空板块的高潮已经提前到来了。所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暴涨，我告诉大家不能盲目乐观。具体的 RKLB，我也多次告诉大家，不到2周后，CEO Peter Beck 就会开始出售自己的500万股，执行他的早前宣布的卖股计划。那么到时候股价肯定会承压，或多或少的，对吧？所以呢，我就说，对于大部分已经有基础仓位的朋友，不建议去追高。那个时候发文字的时候是夜盘，RKLB 的股价是120多，而且私下有不止一位会员朋友们问我可以去追吗？因为当时就觉得周五 SpaceX 上市很 FOMO， 万一它一下子又涨回之前的130、140、150怎么办？其实我的答案都是最好不要。仅仅一个交易日之后，现在回看我说的这段话是完全正确的。哪怕我自己也忍不住在106的位置加仓了，但是106的位置显然要好于周四的时候夜盘120以上的位置。纵观 RKLB 过去1年的走势，它出现过3次剧烈的下跌。第一次跌了48%，接近腰斩；第二次跌了44%，那么第三次就是这次，暂时跌了已经32%了。接下来会不会跌破上一轮的前高100，非常的关键。我自己选择是它不会跌破，当然股价不会根据我的期望去走。那么根据这个期望呢，我在106小小的加仓了正股。其实在那之前我已经做了行权价100，行权日期7月底的卖出看跌期权。那么这些卖出看跌期权，它的平衡价是90左右，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如果持续下跌，跌破100， 7月底收盘不到100，我将以实际价格90进行更大幅度的加仓。所以接下来不管火箭实验室反弹还是继续下跌，我都不会再有操作。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们昨天和我一样，在10几的位置或者是100左右的比较极限的位置加到了仓位，我觉得放眼长线不用担心。特别是 RKLB， 它突然意外的进入了纳斯达克100指数，
要知道，进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RKLB 仅仅在1年多以前，它的股价才几块钱呢。那么我就去查了一下，RKLB 确实已经符合资格了，只是加入的时间并不是年末，有一些突然，给了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目前 RKLB 的市值是600亿左右。那么它早前已经从 Capital Market 转到了 Global Market，符合纳指100的要求，而且它也不是金融公司，上市的成交量也是满足条件的。恭喜屏幕前所有 RKLB 的股东，尽管最近出现了从150到100的较大幅度的回撤，不过我为投资这家公司开心，为它进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而开心。聊完了 SpaceX 以及 RKLB， 接下来来说 VSAT 这家公司，我告诉会员朋友们，应该是整个太空板块里面 ACE 个人综合实力来讲最看好的了。那么我喜欢它，不仅因为我看好它的前景，也是因为它的股价走势，自从我关注它以来就非常让人放心。我关注它是什么时候？是最左边红色框10块钱突破这个震荡区间的时候，当时我也入了，但是在30左右卖出了，只是赚了2倍左右，错过了它从30到90的涨幅。有的会员朋友们一直持有 VSAT，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就告诉大家，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进行做多的操作。没想到说了没多久，机会就出来了。这一波回调从最高点90一直下跌到大概60，跌了50%了，我觉得跌幅相当的大。当然，我的建仓没有建在最低点，大概是本周2、周3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有兴趣。于是呢，我分别通过2次做了卖出看跌期权，行权日期是2027年1月，行权价格做的非常的低，50左右，所以呢，安全边际很高。比较幸运的是，做完之后，周4就一根大阳线暴涨了接近20%。对于这部分卖出看跌期权，我觉得把握还是比较大的，就持续持有。为什么不去买正股呢？很简单，我并没有仓位了，不能什么股票都买。从 VSAT 身上，希望还是能够赚一点权利金吧。毕竟它是一家很优秀的股票，它的频谱是所有太空公司中相对比较优质的。最后再简单聊一下我对接下来 SpaceX 上市之后整个太空板块 ACE 的看法。那么屏幕前是 UFO 这家 ETF 的表现。2025年一直到现在接近1年半的时间，它是从20左右的价格上涨到了50以上的价格，也是翻倍了。最高点去到过60左右，是翻了3倍。那么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还是坚持我以前的原则，我只会去选太空板块里面的优质公司进行投资，包括 SpaceX、RKLB 和刚刚提到的 VSAT。太空板块说真的太多垃圾公司了，大家可以去做操作，但是你一定要认识到多少是投资，多少是投机，投机输了就要认。所以这里我要特别对 Money Life 美股频道的观众、我的订阅者，特别是我的会员们说，太空板块我们要谨慎，非常的谨慎，不要随便去做投机的操作，更不要大仓位去上什么 DXYZ 等等这种莫名其妙的股票，好吧？你们可以买，但是可以少买一点，同时呢，要做好止损的计划，那么都没有问题。聊完了太空，我们回到 AI。本期视频呢，我主要说3只股票，第一只阿斯麦，第二只英伟达，第三只 AXTI。首先，为什么要讲阿斯麦？就是因为它最近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ACE 本人是在1300左右开始建仓阿斯麦，那么整个上升的过程中有持续的加仓好几次，现在它的股价一度在本周来到了1900，而且我在 Twitter 也非常直接的告诉大家，我认为它去到2000不是问题，未来它的市值达到10000亿不是问题。那么说了这句话没多久之后，就发现它的股价都来到1900了，去到2000应该是很短暂的时间就可以实现的事情了。那么我的期待就是 SpaceX 现在已经上市了，可能很快 SpaceX 就会宣布我们和阿斯麦签订了多少多少亿美金的光刻机采购协议等等等等，对吧？那么这个消息肯定会是一个利好。
有的朋友就问，现在去买还来得及吗？值得吗？我的答案是，就看你的期望是多少。比如现在接近1900的价格，往上去到2000，其实也就是几个百分比的回报率了。你买这家公司更多的是长期的投资。阿斯麦在过去和很多其他半导体公司一样，都饱受周期性的困扰，但是现在我觉得周期性这个词不适用于阿斯麦，或者是像存储行业可能也不适用了。我们可以长期的看多像阿斯麦这样护城河非常深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公司。这里也做一个我的特别组合更新，有一段时间没有说了。那么我的这个特别组合是我父母的退休资金的一部分，我拿来操作。其实到现在我没记错的话，可能也就2、3个月的时间，但是盈利已经来到了70%以上的比例，我非常满意。那么在先后清仓止盈了 INTC 以及 MU 之后呢，我在本周阿斯麦1900以上的位置，把他们的仓位也清仓了，那么保留了自己本身的阿斯麦仓位。接下来呢，我就等待英伟达爆发。现在这个投资组合只剩下英伟达，所有资金都在英伟达。只要英伟达能够上涨20%到30%，那么这个特别组合最终的投资回报就将达到100%。那么在那以后，我就会退出。说到英伟达，最近的操作就是持续的加仓。它从相对高点220多一直跌到200附近，我都在加仓。特别是周中一度跌破200，我的加仓幅度就增大了。目前从图形上来看，好像是蓝色60日均线把它拖住了。哪怕英伟达这家公司继续往下降、往下跌，哪怕跌到这条近1年的筹码峰182，我也不害怕，而且我甚至可能上一点杠杆去加仓。对于英伟达的未来，我没有怀疑过，它在过去半年没有为投资者带来回报，我觉得没问题，我们继续等待，我个人愿意等待。最后来聊一家光通讯领域的公司 AXTI， 这家公司我一直在关注，特别是在做光通讯的学习的时候，对它有了进一步了解。它的股价波动非常大，最高点143跌到最低点80，跌幅接近50%。所以呢，和刚刚 VSAT 类似，我没有正股给到它，但是呢又想去做多，所以只是通过卖出看跌期权，想获得一些权利金。这家公司最近受到一些政策的影响，股价承压，但是我觉得它在整个光通讯领域的重要性没有改变，它是衬底材料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它在未来光通讯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它的估值是高的，这个不可否认。所以呢，我也是相对保守吧，不去买入正股，用卖出看跌期权进行操作。听了以上的内容 ，Ace 在视频最后再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的仓位：太空45%，AI 基建26%，光通讯13%，AI 应用就是特斯拉10%，医疗7%，加密货币4%，特别组合1.5%。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过去几周，我的 AI 基建大幅度的增加了，包括大幅度加仓英伟达，持续加仓阿斯麦以及建仓 VRT。而光通讯呢，我想尽量的克制控制它的仓位，目前仓位是13%，其实已经小小的超过了我的期望仓位。接下来希望像 LITE 这样的公司有到1000以上的机会，我可以进行小幅度的减仓。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你们的观看，希望你们持续关注我的频道，下期节目再见，谢谢。